很多年长的朋友想必都有过这样难受的体验啊。夜深人静，睡得正沉，双腿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抽痛，整个人瞬间从睡梦里惊醒，浑身都跟着紧绷，缓上好一阵子才能慢慢平复。不少人常年被这种状况困扰，夜夜睡不安稳，心里也满是疑惑，好好的身体为何一到夜里就会出现肌肉抽痛？这种频繁发作的小毛病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身体预警？平日里我们又该用哪些稳妥简单的方式去调理改善呢？人到中老年，身体安康就是最大的福气，懂得照料自己的身体，才能过得舒心自在。夜里频繁出现的腿部抽痛，在医学上统称为肌肉痉挛。这类不适大多集中在双腿后侧的肌群位置，也是大家平日里感受最明显的部位，偶尔也会出现在脚掌、大腿或是手臂之上，但发作频率和痛感强度依旧以小腿部位最为突出。从事健康科普这些年，我接触过成千上万有同款困扰的长辈。今天就结合现代临床医学多年的临床总结，搭配流传1000年的传统中医养生理念，一步步把夜间肌肉痉挛的来龙去脉讲透彻。同时分享一套人人都能上手的日常养护方法，帮大家远离这种折磨人的小毛病。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综合分析，结合临床接诊记录来看，一共有7项核心因素会直接诱发夜间腿部肌肉痉挛，每一项都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作息、饮食状态、身体机能息息相关。咱们一项一项慢慢说。第一类诱因就是体内各类矿物元素配比失衡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电解质紊乱。对人体肌肉运作而言，钾、钙、镁3种营养物质缺一不可，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作用。钾元素负责维持全身细胞内外的机能稳定，保障神经信号正常传递。钙质是肌肉收缩发力的核心原料，没有充足的钙质，肌肉就无法正常完成收紧动作。而镁元素刚好起到制衡的作用，专门负责让紧张收缩的肌肉逐步放松。当这3种元素的含量出现偏差，肌肉收缩与舒张的循环就会彻底失控。到了夜间，身体进入休整阶段，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动，疼痛就会随之而来。想要改善这种情况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调整1日3餐的饮食结构，也可以适量饮用补充电解质的饮品，维持体内元素均衡。大家想要了解自身情况，也可以前往医院做常规血液检测，结果一目了然。当然，元素缺失只是外在表现，我们还要顺着根源继续排查背后的问题。第2大诱因，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，就是身体水分补给不足。很多长辈没有定时喝水的习惯，总觉得口不干就不用喝水，殊不知身体长期处于缺水状态会直接改变体液的浓度，原本均衡的电解质也会跟着出现紊乱。尤其是进入炎热的夏季，白天出门劳作、打理家务、外出散步，身体出汗量大幅增加，水分和矿物元素会随着汗液一同流失，等到夜晚入睡之后，肌肉痉挛的发作概率就会成倍提升。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，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想起，每日分次补充温水是守护身体基础代谢的关键一步。第3类诱因和肢体活动强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日里活动量偏少，四肢肌肉长期处在松弛舒缓的状态，一旦某天突然长时间走路、爬山、干重活，或是临时增加运动强度，肌肉就会进入超负荷运转的状态。人体在高强度活动之下，会启动无氧代谢模式，随之产生大量乳酸堆积在肌肉缝隙当中，乳酸不断堆积，会改变肌肉内部的酸碱环境，持续刺激肌肉组织，进而引发抽痛。除此之外，突然的高强度发力还会让肌肉纤维产生细微的撕裂损伤，伴随轻微的炎性反应，这也是夜间肌肉反复疼痛抽动的重要原因。所以在长时间活动、劳作结束之后，
一定要抽出时间拉伸四肢，做足肌肉放松工作，减少肌肉受损的可能性，降低夜间痉挛的发作几率。第4项原因便是全身血液循环运行不畅。我们的双腿距离心脏位置最远，本身就属于供血相对薄弱的部位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血管弹性逐步下降，血液循环速度也会慢慢变慢。当循环状态变差，身体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、乳酸等代谢废弃物就无法被血液及时输送出去，只能长时间堆积在肌肉当中。这些有害物质会持续刺激肌肉细胞，让细胞一直处在过度兴奋的状态。即便到了深夜入睡，肌肉也会不受控制地出现抽动、痛感。这也是很多久坐、少运动人群频繁腿抽筋的核心原因。第5点，我们要把目光放到人体的神经系统上。全身所有肢体动作都依靠神经系统发出指令统一调控。神经就像是连接大脑和肌肉的数据线，如果神经系统长期处于亢奋、紊乱的状态，指令传递就会出现错乱。若是四肢周边神经出现炎症，外力磕碰造成损伤，又或是日常营养供给不足，神经得不到滋养，调控能力下降，夜间肌肉痉挛的问题就会频繁找上门。这也是提醒大家，不光要养护肌肉和血管，神经系统的健康同样不能忽视。第6个诱因，也是我在问诊过程中反复强调的重点，那就是日常服用的各类药物带来的身体反应。很多长辈身上都有慢性问题，需要长期服药调理。当身体突然出现从前没有过的新症状，最先要排查的就是正在使用的药物。部分用于促进身体排水的药剂会加速体内钾、钙、镁等元素排出，直接造成电解质失衡。还有一部分用于调节血压的常用药物，会间接影响全身血液循环，减慢血流速度。这2类都是临床当中诱发夜间腿部抽痛较为常见的药物类型，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。第7项需要重点警惕的因素就是各类慢性基础疾病。人到中老年，不少朋友常年被慢性病困扰，这些病症看似和肌肉抽痛没有关联，实则会从根源上损伤身体机能。比如血糖代谢异常的人群，病程一久就会损伤全身末梢神经，神经感知、调控能力下降，肌肉自然容易出现异常抽动。还有甲状腺机能偏弱的朋友，身体整体代谢节奏变得紊乱，神经、肌肉的正常运作都会受到干扰，夜间腿抽筋也就成了常态。综合来看，夜间小腿肌肉痉挛算不上危及生命的重症，发作之后短时间内就能恢复如常，但它就像是身体递出的一张预警通知单，背后牵扯到代谢、血管、神经、慢性疾病等多重健康问题，绝对不能视而不见。大家一定要提高重视程度，结合现代医学的养护理念，想要有效预防和改善这类问题，我们可以牢牢记住几个实用方向。第一，合理搭配日常饮食，全面补充各类矿物元素，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。第二，养成定时饮水的好习惯，保证全身水分充足，不让身体陷入缺水状态。第三，坚持适度活动，舒展四肢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避免代谢废物堆积。第四，若是当天活动量偏大，劳作、运动结束后务必认真拉伸放松肌肉，做好舒缓养护。最后，定期参与体检，结合自身服药情况，慢性病史综合排查，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。聊完现代医学的解析，接下来咱们换个角度，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聊聊传统中医对于夜间肌肉抽痛的看法。在中医的理念当中，整个人体就好比一座运转不息的城池，气血就是城内流动的能量。肢体出现突然抽动、僵硬、疼痛，本质就是体内气血能量运转失常的表现。
中医有一套流传千年的理论，凡是身体出现突发抽动、游走性疼痛、肢体僵硬、屈伸不利等现象，大多都和肝脏的机能息息相关。这就要讲到中医里风邪的概念。风邪最大的特点就是来去无踪，游走不定，发作突然，刚好对应了腿抽筋突如其来，毫无预兆的特点。体内风邪偏盛，肢体就会无故抽动疼痛。若是体内正气不足，风气偏弱，筋骨又会变得僵硬麻木，活动受限。风气也是推动全身气血流转，带动肢体活动的核心能量。与此同时，中医还有一句经典养生口诀，那就是肝主筋。我们全身的筋膜、韧带、结缔组织都需要肝脏所化生的血液来滋养濡润。基于这2点，不难看出，夜间肌肉痉挛，核心症结大多集中在肝脏气血失调之上。第一种最为常见的情况就是肝血亏虚，如果仅仅是偶尔腿抽筋，或许只是临时营养不足，但长期反复出现这类问题，多半伴随肝血不足的状况。肝血亏虚绝对不会只表现为肌肉抽痛，身体还会同步出现一连串的连带反应，比如双眼干涩、视物模糊、整日精神萎靡、身体疲惫、肠胃消化吸收能力变差、手脚常常发麻发凉、情绪低落、睡眠质量大打折扣等等。大家可以对照自身状态综合判断，从整体上调养身体。第二种情况就是气滞血瘀，用大白话来讲，就是体内气血运行受阻，流通滞塞不通。而造成气滞血瘀最主要的诱因便是肝气郁结。平日里爱钻牛角尖，时常生闷气，精神压力大，情绪长期压抑，都会让肝脏的气机运转不畅。中医常说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。气负责推动血液向前流动，血液又是气的以留存运转的载体，二者阴阳相依，密不可分。肝气运转不顺时，推动血液前行的力量就会减弱，久而久之，血液淤堵在经络当中，四肢肌肉得不到充足气血滋养，抽痛僵硬等问题自然反复出现。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对传统中医理论、居家养生调理知识感兴趣，不妨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。要是互动的朋友比较多，后续我也会专门制作系列内容，和大家分享更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知识。追根溯源来看，气滞血瘀的问题，源头基本都来自肝气郁结。想要调理，情绪疏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最后一种核心诱因便是寒湿之邪阻滞经络。中医认为，寒邪有收缩、凝滞的特性，寒气侵入人体，会让周身经络收缩收紧，湿气黏腻重浊，一旦停留在体内，就会牢牢困住气血，阻碍正常流通。寒湿入侵分为外在、内在2大因素。外界气温偏低，穿衣单薄，夜间睡觉，腿部受凉，都属于外在寒邪入侵。而平日里偏爱甜食、油腻食物、生冷饮食会让体内滋生大量湿气，自身阳气不足，又会加重体寒的症状。内外邪气交织在一起，堵塞经络，困住气血，肌肉失去温养，痉挛疼痛的问题就会周而复始，难以断根。针对以上几类问题，传统中医也总结出了多种成熟的调理方式。正规的针灸理疗是疏通经络、调和气血的经典方法，它能够理顺气血的运行方向，平衡体内阴阳状态，同时协调五脏六腑之间的机能配合，从根源上化解气血淤堵、邪气滞留的问题。针对夜间肌肉痉挛，针灸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疏通全身经络，加快气血循环，效果直接又明显。如果距离中医诊所较远，或是日常不方便外出做专业理疗，大家也可以在家开展简单的穴位按揉，做日常养护。像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太冲穴、阳陵泉都是调养肝肾、舒筋活络、行气祛湿的常用穴位，手法不用复杂，每日坚持轻柔按揉，
就能慢慢改善肢体不适的状况。也有不少朋友会询问内服调理的方法，在这里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，内服药材一定要慎之又慎，务必先前往正规医疗机构，请专业中医师辨证体质，判断症型。若是辨证为肝血亏虚，调理思路以养肝益肾为主。中医讲究肝肾同源，肝脏和肾脏的精血相互滋养，调理之时需要二者兼顾。若是体内寒湿偏重，则会采用祛风散寒、除湿通络的调理思路。每个人的体质、病因、症状轻重都各不相同，千万不要凭借道听途说的方子自行抓药服用吃，盲目进补不仅没有效果，还会加重身体负担，一定要遵从专业医师的指导建议。接下来，我们再结合中医子午流注的养生知识，补充一个很实用的判断要点哈。不少朋友细心观察后会发现，腿部肌肉抽痛大多集中在深夜时段。按照传统经络运行规律，夜里23点到凌晨3点是胆经、肝经气血最为旺盛的时段，也是这两个脏腑自我修复、代谢休养的黄金时间。如果你的肌肉痉挛总是固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，那就基本可以确定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肝胆机能失调，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中医理论。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的发作时间，辅助判断自身状况。不管你是常年受腿抽筋困扰，还是有自己摸索出来的居家养护小妙招，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大家互相交流经验，一起学习养生知识，守护彼此的身体健康。今天这期内容也是结合众多观众朋友的留言提问专门整理制作的。从事健康科普这么久，我每天都会认真查看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和问题。因为精力有限，我没办法一对一解答所有人的疑问，但我会定期筛选关注度高、具有代表性的健康问题，整理成完整的专题内容，详细讲解，分享方法，尽力帮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身体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伙伴，尤其是步入中老年之后，更要学会留意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小信号，不要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。夜间肌肉抽痛看似小事，却串联着饮食、作息、情绪、血管、神经、脏腑等方方面面。只要找对根源，坚持科学养护，就能大大减少发作次数，睡上安稳踏实的好觉。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抽出时间收看本期内容，愿每一位长辈都能身体硬朗，睡眠安稳，岁岁平安。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再会。